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Lichi。今天我要给你介绍一道无敌好吃的包子配方——三鲜包子，可谓是可荤可素，大人孩子都爱吃的一个包子配方。我们需要准备哪三鲜呢？木耳、鸡蛋跟胡萝卜。如果你希望把它改良成一个宝宝营养加强版，就加上一些虾仁，味道会鲜上加鲜。那我们先要准备把木耳泡上15分钟，记得木耳不能泡得太久，如果木耳泡得超过20分钟，会产生一种毒素。那我们首先来发面吧，倒上一些温水，然后加上一些酵母。通常来说呢，酵母跟面粉的比例就是100克面粉配1克酵母，所以根据你所需要的量来搭配吧。撒上一些包子专用的高筋面粉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搅成这个絮状。一定要记得不要把这个面直接加太多的水，先搅成絮状之后，你根据整个这个面的干性湿性稍微撒一点点水，慢慢的加。如果水加多了或面加多了，不断的调整，这个过程会让面不是特别好。那我们调成一个差不多这样硬度的面团就可以了，因为包子的话，我喜欢让面稍微硬一点。然后我们用冷发酵的方式把它放进冰箱1个晚上。那第2天呢，再在室温下放置1个小时，面就发好了。那等冰箱拿出来之后呢，大概就这样了，其实已经发酵了1倍大。然后我们在室温放置一会儿，等到它发酵至2倍大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调一点点碱水。放碱水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调节发酵所产生的面酸味儿，让整个这个面团吃起来口感更加的香甜。那如果呢，你比较喜欢这个发面的这个味道呢，你也可以省略这一步。在加完碱水之后，我们再稍微加一些干面，再继续进行揉。揉的这个过程呢，会显得有点艰难，因为又加水和干面嘛，整个这个过程要把它们融合在一起，可能要下点功夫。不过揉着揉着，你会发现它们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光滑的完整的面团，并且这个时候气泡也被你给赶出去了，变成了层次分明的一个面团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用这个面团包包子了。在准备好面团之后我们要开始泡木耳了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，这个木耳呢，我们要这个时候泡。如果太早开始泡的时间太久了，木耳会产生一些毒素，不太好。既然是给宝宝吃，我们还是要严格的遵守这个时间。我呢，大概要把木耳一般泡到10到15分钟。那木耳先泡着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来处理这个胡萝卜。胡萝卜削皮了之后呢，通常来说我会用搅拌机把它给打碎。进搅拌机之前呢，我们要稍微切一下，处理一下。在这儿呢，我一定要说，所有馅儿里面带胡萝卜的，我都建议这个胡萝卜一定要用油先炒一下，因为这个胡萝卜里面的营养素经过油温之后呢，会进一步发散出来，所以呢，胡萝卜炒完之后变得更香，然后营养也会更加全面。在炒胡萝卜之前，我们加上一点点葱花炸香，同时呢，再加上几粒花椒。当然了，如果不喜欢吃花椒的朋友可以加完花椒之后再把它捞出来，尤其是如果给宝宝吃的话，我们就稍微炸一点这个花椒的香味儿，然后再把花椒给捞出来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大人吃呢，其实把花椒跟着胡萝卜一会儿一块打碎，味道也很不错。这个时候我们开中火，然后把刚才搅好的胡萝卜碎稍微炒制一下。胡萝卜炒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打上3颗鸡蛋。
这个时候呢，木耳泡好了，我们就先把木耳给煮上。所以呢，这个包子的特点啊，就是所有的食材都是提前准备熟了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焯熟的木耳也给打碎。如果你没有虾仁的话，加一些虾米也可以提升整个这个三鲜包子的鲜味儿。不加虾米呢，整个这3个素菜配在一起，味道也很不错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鸡蛋给打花炒熟，一定要打得碎一点，因为既然是做包子馅儿嘛，不是炒鸡蛋，我们要把这个鸡蛋打得碎一点。那这里头有一个小窍门，就是我们把蛋液啊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倒，然后鸡蛋不要炒得太熟，它很嫩的状态情况下呢，你用这个铲子啊，依然可以把它处理得很碎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刚才准备好的3个素菜的馅儿啊给混在一起。OK， 今天呢，我打算给宝宝在包子里面啊加上几只虾，那么我呢把虾也稍稍进行打碎。当然了，如果用刀直接切碎也是可以的嘛。加上一些葱。喏，你注意到了，我的虾仁呢其实也已经是焯熟了的状态。加上一些姜。其实葱跟姜在这一步啊，主要是为了去这个虾的腥味儿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给这个馅儿进行调味了，加上一点点盐，放上一些小磨香油。好了，这样一个馅儿就调好了。如果是大人吃呢，你可以稍稍再加上几滴味极鲜，还有这个白胡椒粉，都是起到提鲜的作用。但是给宝宝吃嘛，其实就不用加味极鲜和胡椒粉也是可以的。那么调好的馅儿就是这个样子了，颜色和味道都非常的鲜美。揉制光滑的面团，我们开始把它切成一个个小的包子劲儿。那你看到了，刚才面团切开中间啊，还是有一些气泡，我们要继续把它揉，把这个气泡啊完全的赶出去，反复的揉。揉好之后呢，我们从中间抠一个洞，把它转成一个面包圈形的形状。好了，然后我们用刀呢它从中切开，再切成一个个你想要包制的包子大小的小剂子。撒上一层干面。好了，开始包吧，开始擀皮儿。我们记得啊，包包子一定要擀成边上薄、中间厚的这个皮儿，这样才能保证包子的底儿啊不漏，同时呢，包子的褶儿也比较好包。准备一个小勺，为什么要勺呢？因为素馅儿的包子啊，馅儿比较散，不像肉馅儿整个上劲儿了，一团。这个素馅儿呢，你要用小勺把它好好的垫在这个面片上面。好了，一个小包子就好了。我习惯呢包小一点的包子，这样宝宝吃起来比较方便。他拿着，一个人基本上一餐就可以吃3到4个包子。你看，营养已经都包在其中了。
所以这样的小包子啊是非常适合一下包很多，然后冷冻在冰箱里面，等宝宝想吃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拿出几个上锅一蒸，一顿很好的早餐或午餐或者晚餐就准备好了。那在疫情期间呢，我也是经常包上几十上百个包子囤在冰箱里面以备不时之需。同时呢，所有的这些素菜变成这样的馅料，蒸熟了之后再冷冻起来呢，也易于保存。好了，示范了3个，大概就是我通常包包子的方法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包好的这个包子先静置一会儿，不要着急上锅蒸，大概要静置个10到15分钟之后，再冷水上锅蒸。静置好了之后呢，我们一定要防止这个你的蒸锅的锅盖不会往下滴水，所以通常我会包上一层布，防止滴水。如果水滴到了这个面上，整个包子出来之后就会黑黑的，有一些水滴的印记或者抽抽都不太好然后呢，这是一顿美美的午餐，配上一些水果，配上一碗小米粥，非常有营养的一道宝宝午餐就做好了。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这道3鲜包子的食谱，一定要记得点赞留言告诉我，同时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